然后1天以后，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坐姿都变成这样子了，都变成靠着，都变几乎躺着了。那个是玩百家乐的多，晓得吗？要放筹码也不是他自己放了，一丢，或者旁边有人放多少，他自己连起来的力量都没有。这种的姿态就代表什么？代表能量的流失。所以我们练拳，不管你是养生还是练武还是什么东西，第一个是什么？收拢住下面的力，收拢住下面的力量啊，然后放松掉上面。如果上面也变成阻碍的话，上面变成阻碍了，你这个能量要上来，它遇到的阻碍太多，它上来的不顺利，一段被堵，它就变弱了嘛，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顺通嘛，所以八卦拳练顺通嘛，第一个练顺通嘛。顺通对谁来讲是顺通？就对能量来讲是顺通，听不懂啊？所以我们练桩啊，一开始所有的国术第一步都是练骑马步，他是在练什么啊？很重要的是在练这边就是你们骑过马的话，骑过马就知道嘛。你骑马，你是不是你要踩那个马凳子？马凳子一踩一夹，你这个地方这里是不是起来了？你这里就起来了嘛。你如果骑马，你是把自己松下来，整个重量落到马背上，那个马会甩你的，那个马会把你甩下来，晓得吗？所以骑马也是，他靠什么力量撑住他那样子？他不是靠腿力啊，他是靠这个，他是靠这个力量把你拖住的，听不懂啊？这就是那怎么去练它，怎么控制它？在八卦拳里面，我的体认里面就是这3个点，你不能去硬夹，不能去硬夹它，硬夹它就变死了。所以你那个3个点往中间一聚拢，这块肌肉啊，就这块肌肉的中央就是会阴嘛，会把它往上拖，就这样子啊，它拖住了，然后你用上面横膈膜，然后周边收住了，用横膈膜的起落、横膈膜的强弱来控制你的气的在中央部分的起落所以为什么说以前要练童子功？为什么要练童子功？什么叫做童子？他没有经过那个性的行为。那经过跟没经过有什么差别？有的是说那个精化气啊，你的精损失掉了就不利于后面的。可是真正那个精不是讲的那个生育的那个精，是讲的我们吃的东西水谷它慢慢这个渗透，慢慢被这个有没有被提升供给身体的那个精。所以童子功经过房事跟没有经过房事的差别在哪边？就是你经过房事了，你只要经过房事了，底下这个筋就松掉，就跟女生一样，女生你经过怀孕、经过生产了，你底下这个肌肉、底下这个筋就松了，听不懂？你后面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把它练回来。那童子他没有经过房事，他那根筋他没松掉，所以他底下他可以很自然的保住底下的气，
差别就在这边，听不懂？我不是现在这里面大概也没有童子吧？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做童子，我是跟大家讲这个道理那我们不是童子了，那后面的练习你就要注意到这个，听不懂？不管你是练气功，不管你是练武术、练健康，你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在你要保住下面的，不让气泄漏，要能够让你的能量是往上走保持这个中宫的通畅。听不懂这是很多的所以你说很多人问练马步是在干什么？我很难跟你讲在干什么，因为他练的东西是全面的，他练的东西很多我跟你讲这个就漏了那个，跟你讲这个就漏那个，所以不能那样简单的讲，不能那样子简单的讲我一旦跟你讲是在练这个，你就认为马步在练那个了，你就忽略掉了其他的体会了，忽略掉其他的重要性了。所以很多东西前辈或者我们在教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很决断的讲什么是什么，什么是在什么。你们问这个在练什么？前面讲是在练这样练，后面讲又是这样练。什么原因？因为它有很多功能我在前面练的时候跟你讲这个是练这个的，它就固化到你的头脑里去了，你一辈子就认为这个是在练这个，听不懂？所以越基本的东西，它的功能性越是多元的，你就不能去简单的定义它。越简单的东西，越不能去简单的定义它越基础的东西，越不能去定义它这个是从我们要练马步那个延伸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很基本的观念你只要去想，能量是从下往上的，所有的植物下往上的，人的生长下往上的，所有的动物下往上的这些东西都是下往上的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保持这个下往上？那就有很多的法门了，有很多的方法来保持这个下往上。可是你一旦忘记了这个，其实它是要保持这个下往上的能量的时候，你练很多功法，你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你就会练错，听不懂？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知道一开始的那个根源所以我们来带着这个思考，带着这个想法来，我们来练那个骑马步的起落。